如果你现在还在盯着特斯拉450美元的价格数字看，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已经被机构骗了。今天这个视频，我不会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涨还是跌的答案，我要给你拆解华尔街机构在特斯拉这只股票上的全部操盘底牌。你会知道为什么450美元是多空双方的生死线，为什么美联储鹰派机要出来股价没崩，为什么 FSD 入欧和 Grok 接入是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核弹级利好。更重要的是，我会给你5种最可能出现的盘面走势，以及每一种走势对应的具体操作策略，让你不管接下来行情怎么走，都能提前做好准备，不会被突然的拉升或者砸盘打个措手不及。在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特斯拉这次能站稳450美元开启主升浪，还是会在这里见顶回落开始新一轮调整？把你的判断和理由打在评论区，我们看看现在市场上多头和空头到底谁占多数。很多人昨天看到美联储的会议纪要，第一反应就是完了，科技股要崩了。确实，美联储官员们集体放鹰，说现在通胀回落的速度比预期慢，今年可能根本不会降息，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加息。紧接着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直接冲到了 4.7% 以上，这是什么概念？这就相当于市场上的无风险利率又提高了，所有风险资产的估值都要被重新打折。尤其是特斯拉这种高成长科技股对利率的敏感度是最高的。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这么大的利空砸下来，特斯拉昨天不仅没大跌，反而在盘中还一度翻红了。我看到很多财经博主昨天都在喊科技股要崩盘，让大家赶紧跑。但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这么大的利空，如果真的要跌，应该是直接低开低走，根本不会给你反弹的机会。结果果然，特斯拉盘中不仅没跌，反而还涨了。这就说明市场其实已经提前消化了美联储鹰派的预期，甚至还有点利空出尽的意思。那为什么市场会这么淡定？因为有2个比美联储加息更重要的利好，在过去2天接连落地了。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2个利好的分量，他们不是那种短期刺激股价的小消息，而是会从根本上改变特斯拉商业模式和估值逻辑的核弹级事件。第一个利好发生在5月24日，Grok 大模型正式接入了特斯拉的 FSD 系统。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给车加了个聊天机器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完全低估了这件事的影响。之前的 FSD 是规则驱动的，也就是说工程师要把所有可能遇到的路况都写成代码，让车按照规则去跑。但现实世界的路况是无限复杂的，你永远写不完所有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之前的 FSD 总是会在一些奇怪的地方出错，因为那些情况工程师根本没有想到过。而 Grok 接入之后， FSD 就变成了端到端的大模型驱动。什么意思？就是车会像人一样学习，会自己判断路况，会自己处理那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突发情况。这不是功能升级，这是本质上的质变。这就像你之前用的是一个功能机，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现在突然给你换成了一个智能手机，能上网，能玩游戏，能装各种应用。这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东西。之前的 FSD 是一个高级的驾驶辅助系统，而现在的 FSD 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自动驾驶系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特斯拉的 FSD 现在已经和全世界所有其他的自动驾驶系统拉开了一个代差。其他公司还在辛辛苦苦的写代码，特斯拉已经开始用大模型让车自己学习了。这种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第2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儿。5月25日，特斯拉正式拿到了 FSD 在欧洲的监管入场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特斯拉的软件订阅业务终于可以进入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了。之前很多人质疑特斯拉的软件收入不可持续，说只有美国用户愿意买单。现在欧洲市场打开了，后面还有亚洲市场，这个想象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而且更关键的是，特斯拉现在已经明确 FSD 未来会全面转向纯订阅模式，这就把特斯拉从一个卖硬件的汽车公司彻底变成了一个卖软件的科技公司。卖车的毛利率是多少？大概 20% 左右。卖软件的毛利率是多少？超过 80%。这对公司估值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你想想，以前特斯拉每卖一辆车只能赚1次钱，现在特斯拉每卖一辆车，只要这个车主一直用 FSD， 特斯拉就能每个月都从他身上赚钱。
这是一种永续的现金流，是资本市场最喜欢的商业模式。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既然有这么大的利好，那特斯拉为什么不直接涨上去，反而一直在$450附近磨磨蹭蹭呢？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现在华尔街对特斯拉的分歧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空头们说，特斯拉今年要花$250亿在 AI 和算力上，这就是一个无底洞。这么大的资本支出会严重侵蚀公司的利润，甚至会影响现金流。而且现在全球汽车市场竞争这么激烈，特斯拉的车还在不断降价，销量增长也在放缓。他们觉得特斯拉现在的估值已经完全透支了未来的增长，但多头们根本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这些空头根本不懂特斯拉在做什么。特斯拉花这$250亿不是在造车，是在打造全球最强大的 AI 算力基础设施。现在特斯拉已经拥有了数万亿次的算力，这个规模在全球所有公司里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这些算力不是闲置的，是每天都在被全球几百万辆特斯拉汽车产生的数据训练着。这种数据和算力的闭环是任何其他公司都复制不了的。谷歌有算力，但没有这么多汽车产生的数据。其他汽车公司有数据，但没有这么强大的算力。只有特斯拉同时拥有这两样东西。他们觉得特斯拉未来会成为全球最大的 AI 公司，现在的估值根本不算高。我个人其实更偏向多头的逻辑，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对特斯拉的认知还停留在汽车公司的层面，但实际上特斯拉现在已经是一家 AI 公司了。它的汽车业务其实只是它获取数据和算力的一个载体，未来真正能支撑特斯拉估值的是它的 AI 业务，而不是汽车业务。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所以现在$450这个位置就成了多空双方的绞肉机，谁赢了，谁就能主导接下来几个月的行情。如果多头赢了，股价突破$450，就会开启新一轮的主升浪，甚至可能挑战历史新高。如果空头赢了，股价跌破关键支撑位，就会开启新一轮的下跌，很多人会被套在高位。那接下来行情到底会怎么走呢？我不会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股市里没有100%确定的事情。但我可以给你推演5种最可能出现的盘面走势，以及每一种走势对应的具体操作策略。你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等后面行情走出来的时候，对照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最乐观的情况，也是所有多头最期待的情况，放量突破$450，开启伽马逼空行情。什么叫放量突破？就是股价在某一天突然拉出一根大阳线，成交量比最近的平均成交量放大至少50%以上，而且收盘价稳稳地站在$450之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多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因为现在有大量的期权空头在$450这个位置压住股价不会涨上去，一旦股价突破这个位置，这些期权空头就会被迫买入股票来对冲风险，这就会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上涨循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伽马逼空。这种行情一旦启动，涨幅会非常快，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股价就已经涨上去了。那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呢？我个人觉得大概在30%左右。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操作策略应该是不要追高，而是在突破之后的第一次回踩$450的时候加仓，因为逼空行情中间一定会有回调，回踩确认支撑之后才是最安全的入场点。很多人一看到突破就激动，立刻满仓追进去，结果刚好追在回调的最高点，然后看着股价跌下去，心里慌得不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逼空行情不会一天就结束，你有的是机会上车，耐心等回踩比追高要安全得多。但你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第二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比第一种要大得多。第二种情况，冲高回落形成假突破，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一种情况，也是散户最容易被套的情况。什么叫假突破？就是股价在盘中一度突破$450，甚至可能冲到460、470，让你觉得主升浪来了，赶紧追进去。结果当天就冲高回落，收出一根长长的上影线，收盘价又回到了$450以下。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机构诱多，他们先把股价拉上去，吸引散户追高，然后在高位把筹码抛给你，自己套现离场。很多散户就是这样，在突破的时候兴冲冲的冲进去，结果当天就被套10几个点，后面割也不是，不割也不是，非常难受。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去年特斯拉有一次也是这样，盘中一度突破了300美元，很多人都喊着主升浪来了，结果当天就收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后面一路跌到了200多美元。很多追高的人到现在都还没解套，那怎么区分真突破和假突破呢？最关键的就是看成交量和收盘价，真突破一定是放量的，而且收盘价要稳稳地站在突破位之上。如果只是盘中冲高，成交量没有放大，或者收盘价又跌回来了，那十有八九就是假突破。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看突破之后的走势。真突破之后，股价会很快脱离突破位，不会给你太多在低位买入的机会；而假突破之后，股价会很快跌回突破位以下，让所有追高的人都被套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操作策略应该是，一旦发现股价冲高回落，跌破日内的均价线，就立刻减仓或者离场，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说，再等等，说不定还会涨回去，结果越等套得越深，最后只能割肉离场。记住，宁可错过，也不要做错。除了这两种极端情况，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况，也是我认为最健康的走势。第三种情况，缩量回踩，主力洗盘。什么叫缩量回踩？就是股价在450美元附近遇阻之后开始缓慢下跌，但是成交量越来越小。这说明什么？说明抛压在逐渐衰竭，没有多少人愿意在这个位置卖出。这其实是主力在清洗浮筹，把那些不坚定的散户洗出去，为后面的拉升做准备。很多人看到股价下跌就害怕，觉得要崩盘了，但其实下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放量下跌。放量下跌说明有大量的资金在出逃，是真的看空。而缩量下跌说明只是一些散户在恐慌性抛售，主力资金根本没有动。等这些散户卖完了，股价自然就会涨上去。这种走势是最健康的，因为它可以消化掉前期的获利盘，让筹码更加集中。如果股价直接拉上去，上面会有很多获利盘随时准备抛售，反而走不远。而经过充分的洗盘之后，后面的拉升会更加轻松。那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呢？我觉得大概在20%左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在股价回踩420美元到430美元这个区间的时候，分批建仓或者加仓，因为这个区间是前期的强支撑位，只要不有效跌破，后面上涨的概率就非常大。什么叫有效跌破？就是收盘价连续3天都在这个支撑位以下，而且成交量放大。如果只是盘中跌破，很快又拉回来了，那就不算有效跌破，不用太担心。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风险。第四种情况虽然概率不大，但一旦发生，后果会非常严重。第四种情况，放量跌破关键支撑位，开启新一轮下跌。什么叫放量跌破？就是股价在某一天突然拉出一根大阴线，成交量放大，而且收盘价跌破了400美元这个重要的支撑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说明空头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市场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可能是美联储突然宣布加息，也可能是特斯拉出现了什么重大的利空消息，或者是整个美股市场都开始大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虽然不大，大概只有10%左右，但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因为一旦跌破400美元，下面就没有什么强支撑了，股价很可能会一路跌到350美元甚至更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操作策略应该是立刻止损离场，不要有任何犹豫。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抱有侥幸心理，觉得跌了这么多肯定会反弹，结果越套越深，最后损失惨重。很多人都不愿意止损，觉得止损就是承认自己错了，但其实止损是股市里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就像开车的时候要系安全带一样，你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出车祸，但系安全带可以在车祸发生的时候最大限度的保护你。止损也是一样，它不能保证你赚钱，但可以保证你不会亏光本金，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我知道止损很难，尤其是当你已经亏了很多钱的时候，但你必须记住，在股市里活下来永远比赚大钱更重要。只要你还在市场里，就永远有赚钱的机会。但如果你把本金亏光了，就什么机会都没有了。最后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最磨人的一种情况，第5种情况，横盘震荡，在420美元到450美元这个区间来回波动。这种情况就是多空双方谁也打不过谁，陷入了僵持状态，股价既涨不上去，也跌不下来，就在一个区间里来回震荡。这种走势是最磨人的。
很多人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耐心，要么在低位割肉，要么在高位追高，最后来回被打脸。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大概在5%左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操作策略应该是高抛低吸，在股价涨到$440到$450区间的时候减仓，在股价跌到$420到$430区间的时候加仓。但要注意，仓位不要太重，而且一定要设置好止损。一旦股价突破这个区间，不管是向上还是向下，都要立刻改变策略。这种走势其实最考验人的耐心。很多人在横盘的时候会忍不住频繁操作，结果越做越亏。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要么清仓观望，要么高抛低吸，不要追涨杀跌，等方向明确了再重仓出击也不迟。好了，5种可能的走势和对应的操作策略我都已经给你讲清楚了，你可以根据接下来的盘面变化，对照着这5种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知道很多人都希望我能给一个明确的答案，说特斯拉一定会涨或者一定会跌，但我必须告诉你，股市里没有100%确定的事情。任何给你打包票说某只股票一定会涨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做好各种预案，不管行情怎么走，我们都有应对的方法。就像一个优秀的将军不会只准备一种作战方案，他会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制定出相应的对策。这样不管敌人怎么出招，他都能从容应对。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麻烦点个赞收藏一下。这样等后面行情真的走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再翻回这个视频，对照着看我讲的，对不对？也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炒美股的朋友，让他们也能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被机构收割。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现在特斯拉的股价是已经反映了 FSD 和 AI 的全部价值，还是仍然被严重低估？把你的判断和理由写在评论区，我会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你一起深入探讨。如果你想持续关注特斯拉的最新动态以及更多美股市场的深度分析，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视频上线，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投资决策都应该基于你自己的独立判断，并且承担相应的风险。如果你有任何投资方面的疑问，建议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